丁薛祥最近很忙，刚在湖北调研完，就马不停蹄地直奔北京，火线主持国内大循环会议。他没被立为储君，却怎么看都像在做接班的演练。在各种传闻漫天纷飞之际，丁薛祥长袖善舞的功力不减，被元老派相中，成为新的备胎，也加入王位的争夺战中。一场权力的继承游戏似乎已经悄悄开局。观众朋友，您觉得这位新晋的大男主会让四中全会大变天，上演一场新王加冕的彩排吗？他逃得过洪朝储君的魔咒吗？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云天。著名时评人蔡胜坤近日爆料，他刚得到国内的消息，据说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中共四中全会将有大的变局。中共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丁薛祥即将上位接习近平的班。在官场的漩涡中浮沉，丁薛祥靠的是长袖善舞的本事。他完成从上海大管家到中南海大管家的华丽转身，除了他识大局、通地心，对习近平的服务态度特别良好以外，背后还有江派的助力。丁在上海最开始的顶头上司就是江泽民的宠臣，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丁那一手马屁功夫把老江也伺候得眉开眼笑。另一位著名时评人杜正表示，丁薛祥也有心机，因为相对年轻，并且是习近平多年的贴身大秘，他盼习驾崩前能留下遗言让他接班，就像当年毛泽东临终前指定华国锋接班一样。不过这个贴身大秘最近的表现似乎有点反常。早在2019年，丁薛祥就率先解读出两个维护的对象只是习近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声称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权威。而在前不久召开的习经济文选研讨班上，丁在做报告时不再吹嘘习的个人独创，而是多次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对啊，这忠诚度怎么从100%纯原装变成了西式浓缩易变制了呢？看来丁薛祥似乎已经选择不再对习近平一人唯命是从，而是认同中央集体领导了。观众朋友，丁薛祥从上海冲入中南海，开始了10年如一日的对习近平的贴身监管。他不显山不露水的，有没有可能一直在帮元老们看住习近平？而经济内循环的指挥棒现在也递到了丁的手上。在最新的工作推进会上，习近平缺席了，李强只是照本宣科，而丁薛祥储君的味道就溢于言表了。但中国能不能经济内循环呢？就那几套三脚猫的招式，恐怕是高空走钢索，底下还没网，分分钟泡沫破裂的节奏。刚刚开幕的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丁薛祥也闪亮登场致辞了。感觉他在登基前还真的是时间紧任务重，但北京高层内斗激烈，局势诡异，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下一轮的剧本重写。不管丁最终能不能登上大位，他都已被推上了中南海政治风暴的风口浪尖。1978年，16岁的丁薛祥考进了东北重型机械学院，选的专业也够硬核，机械制造系锻压工艺及设备，光听名字就让人感觉一脚踏进了钢铁直男的世界。198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上海材料研究所，一干就是10几年，还稳稳当当的升到了所长的位置。期间他还不忘进修，在复旦大学混了个行政管理硕士，一边抛光机器，一边打磨自己的仕途履历。1999年，37岁的丁薛祥果断转场，挥别学术圈，跳槽进了官场这座大型实境竞技场，担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2004年，他又升级打怪，当上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人事局局长，开始正式进入权力的快车道。他当时的顶头上司可是鼎鼎大名的江派重臣陈良宇。没想到风云突变，陈和他的大秘孙路一双双翻车，结果丁薛祥顺势补位，
于2006年11月接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权力的舞池中，丁薛祥总是跳得刚刚好。从陈良宇到韩正，从习近平到俞正声，混过上海滩的老大个个都对他赞不绝口。特别是习在空降上海的7个月里，丁在江派地盘上扮演了完美的地勤人员，一路为习铺平跑道，帮他坐稳了大上海的第一把交椅，中间没出什么幺蛾子，让习深深感受到了你懂我的稀有情谊。习近平进京后没有忘记这位老上海的大总管，直接把他召到中南海身边，提拔为中办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妥妥成了最懂习的人。中共20大后更是直接跳上了副总理的头等舱，成为皇帝身边的心腹大将之一。在习近平刚刚踏上中央舞台还未登顶的时候，丁薛祥就在秘书工作杂志上开课，强调身在兵位，胸为帅谋，要长袖善舞，替领导扫雷撑伞，上刀山下火海。到了2019年，丁薛祥更是抢先卡位，准确划到重点，要维护的核心人物就是习近平一个人，别搞错了。此番表忠之举可说是彻底打开了习氏信任的密码箱。当上政治局常委后，他又高调喊出在斗争中巩固和增强团结，完全对上了习近平敢于斗争的腔调。看看人家实在是太能干了，老大的心跳在哪儿，他的节奏就跟到哪儿。这种绝对忠诚外加超高情商的组合拳，也难怪能屡屡打动 C 位大佬的心了。但丁薛祥只赢得习近平的欢心，那是远远不够的。别忘了人家可是长袖善舞的选手。蔡胜坤曾表示，丁薛祥直接从中办主任打进政治局，也有江家的功劳。丁自己也绕不开身后有江派的影子。早在2008年，丁就策划出版了一本极具官方气质的人物传记《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时为上海市委秘书长的他亲自挂帅编委会主任，这书不光替江泽民的脸上贴了金，还巧妙利用江和俞正声的老爸黄敬的友情，顺便拍了时任上海书记俞的马屁，一箭双雕，面面俱到，可谓拍马艺术的学习典范。不过随着中南海斗争氛围日益浓厚，丁薛祥四面感受到的气场压力也越来越真实。毕竟舞跳得再好，也会不小心踩错节拍。习与丁心生间隙，那也是早晚的事。蔡胜坤曾经透露，福建帮的公安一哥王小红一时手痒，跳过流程，私下出动警力捉了金主，结果不巧被丁薛祥撞个正着。丁老兄立刻举起忠诚的大旗，打了个小报告，把王的操作捅到了他们习家军老大那里。但别急，剧情还有反转。王小红也不是吃素的，他翻出了丁薛祥暗地里的小九九，也给老大来了一份反黑资料包。结果习近平左右为难，只好赏了这2位爱告状的亲信宝宝各50大板，让他们都冷静冷静。两败俱伤之后，谁笑到最后？那就是一脸无辜深藏不露的蔡奇，趁着老大正头疼，成功上位，权力甚至压过了原本应该更有戏份的李强。至于丁薛祥，习近平可能一边觉得他还算能干，一边又忍不住翻白眼，顺便还想让他知道，想当接班人可没这么简单。丁原本和王小红还想联手对付蔡奇，没想到一通互咬，反把自己送进冷宫。这波操作又堪称宫斗反向教学范本。另一个让丁薛祥闹心的人，就是他丁家的公子。今年年初，据旅居澳洲自称当朝驸马的蒋往正先生透露，中纪委原来是罪不及家人错不及家人的，但现在是同查同治同判同罪。这口大锅一开，首先炖的就是丁家，尤其是那位以为自己姓丁就无敌的儿子。毕竟年轻人抗压力差，一问就崩。丁薛祥的儿子对中纪委来说不是不清楚，而是能不能查，怎么查，查多深。说起丁家的麻烦，其实早有铺垫，一些线索就是丁薛祥江苏老家的官员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排排的倒下。更致命的是，有个叫李月琪的旧部把丁薛祥卖了个干净。
还有一个叫朱之松的老朋友，上海滩的军工老虎，被传曾在3年时间里给丁薛祥送了 2.1 亿，像是每年发红包，还顺手塞了2000万给丁的儿子。还有传言说，丁薛祥是猝死的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的后台，两人是江苏老乡，海关总署的项目每年也输送巨大利益到与丁有关的人员手上。这些友谊的小船最终都一艘艘地翻进了习近平的办公桌上。在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丁薛祥走路一瘸一拐地出来辟谣了。观众朋友，如果这些是习家军内讧逼得太紧，会不会让丁转向其他派系来继续争夺接班人选？不过丁薛祥的儿子还真不是省油的灯，早前就给他爹惹出个自杀疑云。丁薛祥在美国的儿子被 FBI 策反了，丁只好自杀以表誓死忠君之志。这么吸睛的传言在2023年火爆疯传。在文革期间，林彪的公子林立果策划了571工程纪要，讨伐毛泽东，打响了太子党造反的第一枪。丁薛祥的儿子恐怕不敢造反。说到林彪，丁薛祥和他还有不少巧合之处。9月13日是个特殊的日子，丁薛祥出生，林彪出世，一生一亡是个巧合。林彪生前的行政职务担任过国务院排名第1的副总理，而丁薛祥目前的行政职务也是国务院排名第1的副总理，这又是一个巧合。如果传言是真，他们又都有一个长着反骨的儿子，丁薛祥怎么看起来有点像习身边的林彪了呢？不过丁公子这事真假难辨，至少表面上一切风平浪静，没搞出啥动静来，他爹似乎也安然无恙。但是这个传闻出现后的2个多月，丁薛祥的5个关键职务全部都被拿下，包括中办主任、习办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不知道是不是习近平感受到了丁薛祥的危险气息，开始心生嫌隙。在中共这座庞大的政治江湖里，帮派如林，各霸一方，有刀光剑影的福建帮，谋略深沉的浙江帮，还有历史悠久的上海帮，还有来自江苏南通的小伙子丁薛祥，如同一匹黑马冲了进来，摇身一变成了新一代江苏帮帮主，而且还顺手兼差照顾一下残余的上海帮。江苏这个地方还挺敏感，除了江泽民也出了胡锦涛。江苏这帮人在党内依然根深叶茂，遍地开花，与上海帮势力及江浙沪政商圈紧密交织，政治经济影响力非同小可，让浙江帮和福建帮也要多添几根白头发，心生忌惮。习近平看着这位左右逢源的丁帮主，也敲打过江苏帮的小动作，别闹太大声。果然好景不长，到了去年年底，丁帮主忽然风声鹤唳，负面新闻如风筝断线般乱飞。刚才已经讲过丁家扯入上海朋党的各种案子，这还没完。今年亚冬会开幕式他人影没见，巴黎科技峰会也玩失踪，连澳门特首就职他也缺席打卡。大家都开始怀疑丁哥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剧情又反转了，丁薛祥出场了，好像刚听完一段冷笑话，露出一副你猜我有没有事的表情，让整个局势增添3分迷雾。现在就是看谁能活得久，谁能笑到最后了。丁薛祥从一度失联，绯闻缠身，到如今再次踏上王者归来的道路，这剧情简直可以申请中宣部剧本大奖了。虽然丁薛祥有致命伤，没有管过经济，也没治理过一方地区，传说中的赶鸭子上架总理现在不止站在架上，还张开了翅膀，准备一飞冲天了。历史的滑轮继续在悄悄转动，接班人的宝座不再是皇帝册封的结果，而是一场臣子之间的默契选边站。丁薛祥现在到底站在了哪一边？习派、江派，还是传言已掌握实权的元老派？这场大戏中的储君会不会最后的结局都是演到烂尾？观众朋友，您说呢？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心，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